好，立刻来看一下现在目前以巴战争最新的情况哦。以色列的防长这个格朗特他是落下狠话，说哈马斯现在只能选择战死或者是投降，因为现在已经等于兵临城下了，以军已经包围了加萨市哦。他说完全不考虑停火，纳坦雅胡甚至讲说现在就是最激烈的阶段，也就是说要进行到巷战甚至是地道战了。那我们看 IDF 第162师的指挥官，他讲说现在部队已经深入到加萨地区，兵临加萨市的城下，准备要攻进去了。那哈马斯呢，因为已经有钻了很多的地道在底下，也在等着这个以色列。等于说现在可能在里面等着要来短兵相接了，所以以色列也使出了一些方式比方说用强光来逼出哈马斯兵，然后再来炸毁他们把强光就是往这个地道里面来这个射向这个地道，然后可能把哈马斯的人给逼出来之后，再用炮弹把地道给炸毁，或者是说呢找狗狗来找这些地道的入口。我们来看画面因为可能在这些加萨的地区已经被这些炮弹都已经夷为这种废墟了，所以实在很难找得到一些地道的入口。所以以色列的一些军人，他们就找了他们的军犬，然后来用这嗅觉可能来搜寻看看哪边是地道的入口，可以借由气味来搜寻哈马斯的踪迹。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以色列打到加萨市的门口，哈马斯就讲说难民营已经连续3天遭到轰炸了。目前根据当地的卫生局统计，已经有超过9000人丧生，所以当中大概有2/3都是妇女或者是小朋友们所以这个死伤人数还在持续增加当中。那以色列以2000磅的 JDAM 的炸弹空袭加萨的难民营，这光是这样的炸弹就已经造成了200死所以联合国的人权公署也在讲说，这根本就是战争罪，已经稳妥妥的构成了战争罪了。那华盛顿邮报甚至讲说，这个至少是摧毁了20栋的建筑物，夷平的面积相当于一座这个足球场的大小。那连这个联合国他这个难民救济工程署的署长呢，这个拉扎里尼他也亲自进入到加萨走廊。他说以色列对于哈马斯发动攻击以来加萨地区的局势是前所未有的，目前也已经造成了联合国的职员已经有70人死亡。所以对于联合国来说，一些可能来自世界各地的联合国的这样的一些职员，都已经在加萨走廊当中变成无差别的集体惩罚的一个牺牲者了。那我们来看看，现在有很多国家都在这个等于说谴责以色列啦。那我们看以色列的总理发言人甚至还脱口而出，他们的目标竟然是平民吗？我们来听一下。But I can tell you that we are not targeting anyone else in Gaza but civilians. Hamas is cynically, but rather terrorists, of course. 对，他一开始说平民，后来才赶紧改口说是哈马斯，几秒之后火速改口。那巴勒斯坦的女孩是血泪控诉说，为什么是我们真的都已经人都快没了。我们来听听。بدنا حريتنا زي باقي اطفال الدول العربيه، بدنا حريتنا، بدنا نعيش زي ما بيعيشوا. اشمعنى احنا احنا اطفال فلسطين قتلتوا الشعب، قتلتوا الشعب، والله ما ضلش بالشعب حاجه. 对，很多巴勒斯坦人就觉得说，这已经生存不下去了，已经没有地方是安全的了。那像是这个阿根廷、墨西哥、秘鲁都纷纷表态谴责以色列，巴林也召回了大使要暂停经济上面的合作。就连这个好莱坞的女星安吉丽娜·裘丽也在她的这个相关的社群上面 po 文，就声援加萨。她说有40%无辜的儿童都被谋杀了。她之前有担任过联合国的难民署的亲善大使她说加萨一直是一座露天监狱，而现在已经迅速的成为万人坑。拒绝停火的世界领袖都是共犯那共犯有包含拜登吗？你看看有一些呼吁加萨停火的人士，对于拜登正在演讲的时候，是直接在旁边打断了他的讲话。我们来听听。Mr. President, if you care about Jewish people, as a rabbi, I need you to call for a ceasefire right now. No.
对，但是拜登的回应是什么？他就说啊，我说服比比停火，比比就是那个纳坦雅胡的绰号哦，我说服他的，然后先把这个犯人弄出来啊，是我跟埃及总统通话说服他打开国门，就代表说啊，我的贡献也是很多的，而且你看看旁边的人竟然也是给予这个女子嘘声哦，所以难道在美国这一边替加萨讲话会变成面对到这样子的一个嘘声吗？那我们来看看现在中东有多条战线哦，就连这个美国的2栖攻击舰也已经就战略定位，这是欧洲的太空总署拍摄到的影像，发现到说这个2栖突袭舰巴丹号似乎已经在以色列南部的海域这一边正在待命当中。那除了巴丹号之外，还有这个船坞登陆舰的卡特霍尔号，还有罗斯福号以及汤马斯这些驱逐舰哦，都在红海这边正在待命当中。那另外真主党也在用这个无人机来袭击以色列。那现在看起来，这个哈马斯哦也不断的在宣称，将会重复以夺取千命的方式来突袭，直到什么时候才收手呢？直到以色列被消灭为止哦。所以感觉起来双方因为以色列的反击，可能现在目前哈马斯也好，以色列也好都没有打算收手的意思。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那个拜登那个场是明尼苏达的募款活动，所以现场有200个金主，所以这个就是最挺拜登的人。我跟你讲，拜登那句话是错的啦。他说我说服纳坦雅胡停火，哪有停火？对啊，那只是你嘴巴讲而已啊。纳坦雅胡没有甩你啊。所以最近大家在关心的是布林肯第3次去以色列嘛。那我真的不知道。事实上，美国是有一个外交手段的，只是就考验你布林肯跟拜登敢不敢用啊。就是拜登可以跟纳坦雅胡这样说啦，你告诉我退出加萨的明确时间，你如果不告诉我，那我不排除在安理会放弃用否决权。这个筹码够厉害哦。你敢吗？我跟你讲，拜登只要放弃用否决权，巴西的案就过了，对不对？那巴西的案一过，联合国就可以派和平部队啦。你以色列敢跟和平部队打吗？但是拜登敢吗？对嘛，你这个你实在太聪明了，所以逻辑又回到拜登嘛。因为拜登只要指示联合国大使，他就可以立刻做这件事了嘛。只是因为现在真的坦白讲，手上有筹码的，就是手上有出兵权的人啊。对，因为加萨那个地区就在以色列里面嘛。然后它东部是地中海，又是美国的2个航母舰队，它等于是被以色列跟2个航母舰队包在里面呢。这是关门打狗的典型的这个军事的情况嘛。所以黎巴嫩真主党真的要打也打不到加萨，他只是在骚扰以色列的北部，对不对啊？那其他的我坦白讲也是骚扰以色列的部分城市，真的能够制止加萨，造成以色列在加萨的军事行动能够产生明显的变化，比如说停火，真的只有美国其他人都做不到啊，其他人都做不到嘛。比如说，我们就看到很多新闻啊，说什么俄罗斯的瓦格纳也看不下去了啦，说想要冲到叙利亚啦，可是这一些都距离加萨很远嘛，所以缓不济急啦，或者是这个远水救不了近火啦。我说实在话最快的就是美国啦，就美国要不要向以色列施压？对，说你再这样下去，那我美国在联合国声望都被你拉垮了，这个是事实啊，这个我们也不用证明什么，联合国大会就121个国家通过要求人道主义暂停啊，所以这个是联合国的共识了嘛，就是美国硬挺你，所以就没有办法执行嘛，对不对？大家都很清楚嘛。不然以目前的状况我认为会是一个僵局啦。那僵局就会造成以色列用那种完全不成比例的方式，比如说对一个难民营连续炸2次，都是用 JDAM， 他就认为里面有一个哈马斯的领导人，死200人来配一个哈马斯的领导人陪葬，这完全违反战争法嘛，就是这样啊。赖老师。当美国这个国家如果想要开始作恶的时候，例如说他在这个2003年去侵略伊拉克，去杀海山抢伊拉克的石油，后来在2014年的时候去打这个利比亚，
去杀掉格达费，去抢格达费的石油的时候你会发现全世界都无能为力去阻止美国人作恶。可是当美国人支持其他的国家继续作恶的时候，全世界也没有能力去阻止那一个国家继续作恶。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很可悲的地方。全世界广大的民众都有一种强大的无力感，不管美国人，不管美国爱好和平、自由、正义的犹太人，无力感。你说这个演员安杰丽娜·琼斯啊，她也裘丽啊，她也一样无力感。那也就是说，全世界都觉得无力感，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国家？然后会这样的一种杀戮这些平民百姓，而且一点仁慈心都没有，然后会这么痛下狠手。当这个孩子他在呼喊说：“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我们？我们的人越来越少。”其实他在释放出一个讯息，就是好像种族灭绝在展开了，好像在加沙地区里面，对于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因为这些孩子还没长大，他就永远长不大了。然后一批一批人被杀，30、40、50、60、70的比例的人被杀，我觉得全世界都无能为力。那联合国安理会也一直在处理，美国否决，联合国大会压倒式的决议要求停火，美国否决，完全都不理会，然后通过了也不执行，也不理会，因为没有拘束力。我们感觉到真的是无能为力，感觉到觉得很可悲，因为原来一个国家这么的强大的时候，他在做恶事、做坏事的时候，他造成的伤害有如此的大；他在帮助别的国家去做坏事的时候，原来伤害有如此的大。坦白说，如果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看到台湾的1450还有很多人在骂谁呢？骂这个其他的国家，说为什么不支持那个以色列继续这样做？我们会看到这些人可悲因为他是美国人，所以他只要是1450，他就美国人老爸说的话都不能够怀疑，美国人老爸做的事都不能够否定，这不就是赖清德的主张吗？所以我个人是觉得真的很可悲。不过我们又看到一个问题，伊朗当初不是说，如果以色列对于加沙地区发动地面战，那么他将会开辟第2、第3战场吗？那这个姿态摆得很大，说真主党也要动了，然后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也要动了，然后叙利亚也要动了。结果呢，全部几乎都是按兵不动，象征性的打几枚炮弹。这代表什么？代表他的这种恫吓被看破了。美国人把他的武装力量摆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告诉你伊朗，你给我动手，你试看看。伊朗果然就不敢动手了。所以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你放开手去打，继续打。然后我们看到以色列现在开始准备要攻进加沙市了。这个战争是一定非常惨烈，还在外围，以色列已经死了18个人了。开进去死亡会很惊人。对，还在外围都已经死了18个人了。好，来问舰长。我最近一直在想一个事情：如果我是以色列人，如果我是以色列军方，我今天遇到这个情形，我应该怎么办？你先要搞清楚他们那个区域过去将近40、50年一直是不停的有动乱，然后隔个几天可能射个几枚导弹，一个火箭弹到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领地，所以长久以来就一直存在这些纷争。你想要把它彻底给消灭，那真的是很困难的事情。然后偏偏这一次哈马斯一下子冲进去杀了1000多人，这个东西我觉得在以色列的感觉啦，我终于逮到了一个机会了。那他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然后觉得说打到现在就松手，我觉得很困难。因为如果我现在就松手，好人道救援，其实哈马斯就等于再来一个修身养息。你看他们那些领导人讲的话也是，我还会再来2次、3次这个样子，所以他有他的困难。但是像以色列这样子，目前这样子打呢，当然是不好的。每个人看到那上面的那些小孩子啦、受伤的啦挖出来，大家心里都在滴血。那我现在想，如果我是以色列军方，我要怎么样打呢？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因为这是地道嘛，他最难处理的是他地道，还不是别的。
我能不能放毒气？一个毒气进去，也给他送进去，这违反战争罪。对啊，除此之外，他上来一般的人会死，所以我就想说，其实毒气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我就想到，你知道，它这个地道，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哦，这个图的这个地道哦，它的深度在底下弯来弯去，它最深浅的深度，我看一下资料，大概有30公尺这个样子。30公尺，如果灌水进去，可不可以？灌水进去之后，表面这是1大气压，到30公尺是4大气压，4大气压在地底，它不可能用一个很牢的门，它水下去，它可以一路这样冲过去。那我想着说，灌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法。第二个当然就是大家知道的这个加沙在这里，看到没有？它最宽大概就3-5公里，拉长大概有40公里。那我不可能一下子给它整个灌啊，我就是一段一段的封。好比说他们现在在打加沙4这里，我把这里封掉，我先叫你人撤出来，我把这里封掉，然后我想尽的方法尽快的挖的那个水，旁边就地中海啊，水就灌进去。那当然，这里如果说这是整个地道都通的，那就没问题，你只要灌一个地方，就整个就淹死了。可是，在一定中间有一些局部性的，好比说这里挖了一个，在这个区域通，在这里挖了一个区域通，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你挖这个城市，灌一个地方、2个地方，可能这整个城市的地下道就都给水淹。那意思就是我一个区一个区的封锁，封锁完毕，我再来封锁这一区，完毕之后，我把这些所有的地下道都封闭了。灌水了，一个一个慢慢往下，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会比较合理，也可以真的是冤有头债有主。毕竟加沙这么多的人，很多人都是平民百姓，都是爱好和平的，你就是针对哈马斯就行了。那哈马斯基本上可能都藏在地道。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马上 APEC 峰会就即将要召开了。那看到了叶伦有在这边声明说，中美的关系经济关系是不脱钩的，希望跟中方建立确保这个美国国安、人权以及双方公平的一些经济关系。那除此之外，这个中美的气候特使也在本周在加州碰面，包含了柯瑞跟这个谢振华他们双方会在4月7号到11月4号到7号在加州会晤。另外，除此之外，还有包含这个农业代表团也在中国大陆访问，要推动双边的农业关系。伯恩斯也是提到了，说希望中美有更多的进展，更多的关系发展哦。那联邦的检察官讲说，这个中国大陆试图影响加州选举，怎么会一边好像在和缓关系另外一边又开始在讲说中国大陆在影响加州的选举呢？说的是哪件事情啊？他提到的是之前州长纽森的访华，他们说这个加州是国家通往亚洲的门户中国大陆试图影响加州的选举锁定个别人等下手，堪称是来自海外见增的威胁啊！可是那时候也是这个纽森自己去访问提到了。比亚迪很棒，自己还想要买2台仰望不是吗？怎么会变成好像中国大陆要去影响你加州选举呢？那所以你看，美国议员又开始在提出说，中国制的这个无人机现在应该要禁购，要打击大疆啊。那美国真的是使用一种2手策略在这个习拜会之前一直在用这样子2面的手法，一边好像跟你和缓，一边又在那边递上了刀子那另外我们看看这个英国正在举行这个首届AI 安全高峰会，这个是全球性的一个高峰会那包含了中国大陆也有参与。那感觉上面是这个苏纳克也有说，他觉得他这样的一个决定是对的邀请中国大陆来是对的。那马斯克呢也是提到，因为 AI 是人类最大的威胁之一所以他也是很看好中国大陆的加入。那晶片来说的话，因为美国一直不断在限制英伟达的这些晶片卖到中国大陆，可是现在中国大陆他们自己有一个这个光电运算晶片，它在多项的复杂的视觉任务当中竟然有高达这个比起这个英伟达的 A100 的晶片还提升运算力3000多倍效能还提升了400多万倍所以中国大陆他们自己晶片的技术不断的在往前迈进甚至还有可能超出你这个想象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我们看这个中国大陆的中科院的院士有提到，他说呢，现在鼓励
励青少年投身科技专业，没有芯片就没有未来的现代化，所以变成他们现在最着重的未来数字化跟智慧化的一个发展的重点核心，就是在于这个芯片产业。那再来看看中国大陆的电动车哦，也是在车市逆风成长，因为他们现在车市的销售的成绩单出来啦。10月份包含了比亚迪、理想、小鹏，还有领跑以及华为的问界汽车，10月都创下了销售历史新高。那理想汽车还卖出了4万辆，这个位居新势力的冠军哦，年增高达了3倍。那这个比亚迪的新能源车现在销量也创新高，直逼特斯拉。那看到它10月份的汽车销量一举突破了30万辆，达到30.1万辆，这是历史新高的记录，而且出口也到了3万辆哦，也是历史新高，大增了2.2倍。现在还打算是不是要到墨西哥来设厂？它的用意就在于说，因为美国提高了中国大陆出口的一个关税嘛，所以如果说在墨西哥这边设厂的话，就可以绕过这个25%的高额关税，这样子就在美加市场可能更有竞争力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预估值哦，这2023年预估未来全球汽车的一个扩展驱动力跟趋势哦。现在看起来，2022年全球电动车的销量已经创下历史新高，已经到了710万辆，预估2023年将会增长到860万辆。那中国大陆啊，当然是在这个电动车趋势里面哦，现在目前是占到这个数1数2的地位哦，所以看起来直接威胁到了日本跟德国了。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其实这个 GPU 晶片的突破我认为美国不是限制英伟达不能卖 A800 跟 H800 吗？你这个限制的结果，我看中国大陆搞不好1-2年内就追上了。就是 H800、A800 它就做出来了。对因为你这里就已经看到这个比 A100 快3000倍，人家就做出来了。所以我觉得两岸华人是一样聪明的啦。台湾做得出来，大陆怎么会做不出来？对不对？所以这个美国你自己要去限制你的企业赚这种钱那你就是逼中国做得更快而已啊。事实上，那个中美之间的互动我讲白了啦，事实上这个气候变迁，谢振华去见 Kerry， 我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对 Newsom 见面之后的一个善意的进一步行动。所以这个不是针对拜登啦因为加州未来的合作就是气候变化。对所以而且习近平当场就对 Newsom 表达善意，就直接讲到新能源跟气候变化这2个议题。甚至我认为未来有关那个芬太尼的反毒合作也会是在加州。我觉得那个大概定个调了，就是说你联邦政府很难缠那我就跟州政府来互动只要没有违规，那美国有那么多州政府，事实上除了军事、政治还有相关法律的科技制裁之外，州政府有相当的自主权所以这个不能够理解为是中美之间的解冻中美之间，我认为到现在为止还是困难重重事实上，中国大陆已经释出一个善意了，就是他不再纠缠在李家超的议题嘛，他已经让那个财政部长去出席 APEC 了，对不对？你接下来就要轮到美国要出牌了吧？可是我们最近看到的讯息都没有看到美国出牌了比如说你说农业团体要来，这个并不是释出善意他是希望中国多买一点玉米跟大豆那叶伦又想见因为你美债不能再卖了都是这一种那你事实上王毅跟你提出2个议题美国并没有回应第一个就是说你科技制裁可不可以少一点美国没有回应那第二个是就是台湾问题嘛那美国如果持续只讲不支持台独，我认为中国大陆不会认为这个是让步了因为美国本来就这样主张一中政策不支持台独，对不对？这个我觉得并没有超乎原来的设想更何况现在还有一个变数，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马来西亚安华最近正在酝酿提议，说以巴战争如果进一步恶化，那亚洲的穆斯林国家都不要参加 APEC。那这个就会包括马来西亚、印尼跟文莱而且安华直接表示他想邀请中国大陆响应，他还没有做动作啦，
因为他也不想让中国大陆有难处了。所以这个取决于什么？取决于未来2个礼拜加沙战争会不会恶化，会不会有更惊人的事情爆发？比如说刚刚赖老师讲，他真的进入 Gaza City，然后造成了极大的灾难。那你在这种氛围下，穆斯林国家敢去吗？你敢跟拜登合照吗？对啊。我是觉得这里恐怕都是变数了。好，来问赖老师。叶伦说他没有要寻求跟中国大陆要脱钩啊，那他们换了一个名词叫做去风险化啊。其实这个是挂羊头卖狗肉啊，其实一样的。所以叶伦的讲话啊，我觉得听听就好，因为事实上美国在科技方面跟中国脱钩的行动没有停止过啊，不管你的这个光刻机不准卖，不管你的辉达的AI 的都不准卖，然后对于中国大陆的企业的限制又增加了嘛，啊，昨天又宣布了，所以一直不停的增加，然后一直不停的限制，然后一直不停的禁止。然后一直不停的拉其他的国家，包括日本在内啊，要对于中国大陆要限制、限制再限制，所以嘴巴讲的是说我们也要脱钩啊，我们也要你东盟的国家、你们的 APEC 的成员选边站，但事实上他的行为就是要你选边站。例如说台湾敢选大陆那边吗？或者台湾敢说你美国说没有要脱钩啊，你没有要脱钩，那我台积电我想卖什么就卖什么，你敢吗？你不敢的，你还是选边的嘛。你三星敢吗？你日本敢吗？都不敢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美国的官员说了，你听听就好，他永远就是说一套，他做另外一套。那有关于您提到的这个加州的联邦的检察官，我怀疑他是要选州长的。那很明显的，以目前加州的州长到中国大陆的7天的访问是成功的。因为整个舆论的焦点、媒体的焦点都在他身上，而且他确实已经散发出这些有巨大政治潜力的、有魅力的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的这种身段哦。你看他到小学去，然后跟北京的这些精英小学的学生谈到这个科学化的栽培农业的问题啦，然后跟孩子们打球啦，连他的夫人都一起打球等等，他的这个动作姿态。做的是把中国跟加州的关系拉得更近。这个对于加州来说，这么多华人，而且是在经济力上具有影响力的华人啊，还有在硅谷里面有多少是华人的背景的企业，我觉得他是很成功的一个访问啊。那我觉得马斯克讲了一个大实话，苏纳克也讲了实话，但是马斯克讲的话更中肯。因为苏纳克他面临他党内的极右翼的人，像特拉斯的批判跟攻击嘛，说你为什么可以邀请中国来？那苏纳克也承受了这个党内的压力，他就借这个机会，就客串一下主持人，就问说：有人说我到底该不该请中国？我请中国是对还是不对？马斯克的回答就是说，没有中国参与的 AI 就没有意义了。这句话是大实话，因为他自己讲得很明白。他说，中美2国是全世界 AI 最领先的，你英国其实排在第3，但是掉前面2个车队掉得很远，所以我觉得 AI 这个部分没有中国参与，你要制定安全化是鬼话，什么都做不通。最后电动车我觉得电动车是一个未来，像我的车也老了，那我现在已经在思考要换车的问题，我们纠结的就是要换电动车还是不要电动车。那坦白说，以台湾现在剥削我选择的权利，我就干脆不想，对，因为我不想只买只有一个特斯拉可以选择。台湾买不到比亚迪，我台湾买不到比亚迪，而且我在武汉的时候有试乘过比亚迪，好啊，这样。但是买进来台湾充电也不容易啦。我想买，因为台湾的整体环境建制没有大。我们换新车基本上会朝电动车的角度来看，生态系不一样。对，生态系不一样。我刚刚看到一个名词，就是光电运算晶片，我很好奇，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柯达有一个软片？软片的相机摄影你都要花钱去买，后来一下子跳到数位，你会发现柯达整个公司就垮掉了。就当这个东西告诉我们说，当你一个技术你有天你换一个媒介的时候原来那个东西等于完全都可能用不到了。我一直就在看晶片现在已经2奈米，对不对？在未来再1奈米再下去了。
它到了一个极限，这时候你要怎么突破？你要知道，你要翻天覆地用一个新的一个方法、新的媒介。我最近在看，其实中国大陆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事，光电运算晶片，什么量子计算机。有一天哦，他们在这里获得突破，他就已经完全跳脱了过去那种用逻辑夹 and or not 这种硬题一个慢慢堆叠出来的，它可能运算方式也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以前就是一道，量子计算机就是一大堆进来取样，然后它用的就是这里所说的光电运算晶片。你有没有看光电运算晶片？第一个速度快好多啊，比那个传统的速度快好多。第二个耗能减少好多。现在有没有很成功？我觉得还没有，他们还在这么尝试，总有一天。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张千健舰长黄春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现在越到了选举倒数71天，这个你看到民进党越来越多这样子什么统战啊，甚至是中国大陆介选的话题啊，每天都不断的在翻新。那你看看这个赖清德现在一直在营造说这个中国大陆介选哦，看到一个影子就开枪啊，说陆配立委会危害国安哦。他说这样是践踏民主哦，如果陆配当选了立委的话，接触到国防外交机密文件的话，台湾的国家安全会有危险呢。那他甚至讲说，马文君跟这一个陆配徐春英哦，如果联手的话，对于国家安全会造成多大的破坏啊？那可是人家也觉得很奇怪哦，因为徐春英说到底哦，他也只是目前传闻说有可能会放进不分区的一个名单哦，那他根本都也还没有定案，然后这样民进党就已经掀起这个千堆雪了。你要讲的跟这个马文君已经现任立委的这样的一个层级，可以这样相提并论吗？而且你赖清德不是一般名嘴耶，你还是个副总统哎，你可以这样随意指控人民卖台吗？然后这样子带起这样子的一个好像一条龙式的，这个是不是中国大陆介选这样的一个氛围？那我们看柯 P 也直球对决这个陆委会哦，陆委会说，如果徐春英选上等同公职人员的民意代表之后呢，就要依照这个国籍法以及公务人员任用法的规定呢，来放弃外国的国籍。这是什么意思啊？你看柯 P 的讲法是说，那台湾36万陆配全部都要注销这个大陆籍吗？那有本事你陆委会就讲出来啊！但是呢，真正的原因是在于说，其实我们在我们宪法上面，我们是台湾地区跟大陆地区哦，没有什么注销国籍这件事情，好吗？就是只能注销户籍 ，OK？ 就是你一个陆委会的主委，你自己都搞不清楚这样的状况，然后你在暗藏两国论吗？什么叫做外国国籍？还是说你根本从头到尾搞不清楚？你是在当陆委会主委，你不知道你是大陆地区这个主要的对口负责人吗？所以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就是笑掉大家大牙哦。所以根本就没有涉及什么大陆国籍的问题，就是大家都是同样的国籍，好吗？就只有放弃户籍而已。这是海基会回答你，还直接打脸了邱泰山哦。那我们看看联合报社论就讲说，这个徐春英的事件也拆穿了赖清德尊重新住民的假面哦。陆配这个宁佳荣曾经担任民进党的新住民委员，只要认同民进党，忠诚就不是问题哦。赵天麟有这个大陆的小三，也都不是问题。还是说，这个还有人点出一个问题，是不是这个？前2天赖清德不是讲说，我的孙子回了台湾吗？那结果被人家戳破，你孙子就算回台湾，美国人回到台湾也还是美国人啊？还是说你赖清德的逻辑是美国人回到台湾就变成了台湾人？那如果这样子可以实质转型的话，那请问这个陆配是不是也可以实质转型变台湾人呢？所以大家就用这种方式去反向这个赖清德的孙子回台事件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中美交锋。
美加的军舰穿过台海，那美国就讲说啊，这个是符合国际法的呀，这是美国第7舰队的飞弹驱逐舰，这个培拉塔号，它这个穿过了台海哦。那加拿大的皇家海军巡防舰渥太华号也是这样一起通过，那是今年6月以来第3次联合通过了台湾海峡。那第7舰队表示说，这个表明美国跟盟友伙伴呢是处于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一个承诺。那中国大陆也有一些相对应的回应哦。我们看到最新消息是说，总共有39架这个解放军的军机，还有8艘的这个军舰，这个超越了中线。那我们还看看这个航空这个等于说相关的这个防空识别图哦，这很妙哦。你看中线在这个地方。然后每一架都是这样子，我绕过来，我又回去，我绕过来，我又回去，就是好像刻意我这样子沿着中线，我跨过去，很像我们以前玩那个竹子有没有夹到腿哦？我腿伸过来一下回去，伸过来一下回去，就在跟你表达说什么叫做中线，我给你看看什么叫做慈母手中线，我就给你在中线上面这样绕啊绕给你看哦，所以感觉上面也颇有这个来挑衅的一个意味。那我们看这个陈建仁啊，他讲说，请这个中方哦不要再继续造成台海的不稳定了。可是是不是现在我们这边热闹得很啊？这个美国也好啊，加拿大也好啊，军舰来来往往，解放军也是来来往往，会不会哪一天真的是擦枪走火会失控呢？那再来我们看这个美国代理人是不是要挑起这个第一岛链的战火？我们看这几天我们都在讲这同一张图哦，然后第一天讲的是说，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双航母这个山东号，感觉上面这边双方正在对峙哦。那第2天，美国的一些相关的媒体就在讲说啊，这个大陆是赶快增援啊，认怂啊，要他们有不同的解读。那现在又有更新的消息是说，双方啊，这个中美2支航母战斗群哦，在海上交汇，据说最相近的时候只相距150海里，所以的确这个场面上面是挺紧张的。那日本这边也是一直在吵说，中国大陆怎么可以把这个浮标放到这个钓鱼台附近这里呢？所以日本的议员就要求这个中国大陆应该要赶快把这个浮标给撤除哦。那他们的外相是非常谨慎，就讲说，目前国际法上面没有相关的规定，所以表现出一个谨慎的态度。再来这个说南中国海这边，菲律宾的外交部讲说，中国称菲律宾的军舰非法闯入了黄岩岛，这个说法没有法律依据，只会加剧航道内的紧张情势哦，所以他是反指责了中国大陆这边，所以感觉上面这个中菲每天也都还是在为着这个黄岩岛以及相关的事情，都还在这个等于说有一点矛盾，有一点紧张。那再来看看这个美国，他们现在哥伦比亚级的潜舰说要造12艘，是不是要砸4兆元呢？因为这些原本估计的价格预算呢，都持续在提高当中，比起原本估算的可能多出15亿美元。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我讲这个徐春英的事哈，那你要就现有的法律。你要告诉人家如何去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嘛？因为现有的情况是中华民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承认中华民国，所以徐春英他拿到台湾，他成为陆配，他手上拿的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籍啊，我们台湾就是说去户籍就可以了，现有制度就是这样啊，所以。因为去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它要恢复是非常困难的啦，那大部分的陆配还是来往2边嘛，因为他还是有很多亲人在大陆啊，所以现有的状况，邱泰山如果了解现状，不然你提供一个法律途径，你跟那个国台办商量一下嘛，如何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嘛，因为。徐春英如果可以放弃中华人民共和国籍，那对大陆来讲，他就成为无国籍之人，你知道吗？那中国大陆怎么会放任他的国民变成无国籍之人呢？因为他又没有承认中华民国，没有一个国家会这样干的啦。所以让自己的国民变成无国籍之人，你会这样做吗？连我们自己的内政部都不会这样做啊。所以我就说啊，这个林右昌跟邱泰山这个是。就是明明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还故意这样说嘛，你就知道这个政府有多瞎掰嘛，
你也不会让你的国民，就我们中华民国也不会让我们的国民变成无国籍之人呐。那同样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会这样做啊，这是第一个层次啦，就法律上你很难做了。那第二个就是，你以为别的国家，那你这个照这样推论啊，那陆配就是不能参选立委嘛，因为立法委员可能看到机密资料嘛，那你要不要再把它扩大延伸一下？那是不是县市长也不能参选？因为县市长也有可能看到机密资料啊，所以你干脆就明定嘛，民进党列入党纲啦啊，这个陆配不得参选立委，不得参选6都市长，不得当部会首长，不得参选总统，你就这样主张嘛？还不得从军啊，不得从军，对，因为军队也会看到机密啊，只要能够看到机密的陆配都不行，即使你已经拿到了中华民国的公民权。你就把你的歧视主张写入党纲嘛，勇敢一点嘛，每次都做那种遮遮掩掩的小人、低级、下流的动作嘛。那陆配子女是不是也要？那再说嘛，那他不知道他会怎么想嘛。陆配子女可以不用从军。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层次嘛，你去看以色列嘛，以色列的国安处境比台湾还要严峻啊，它境内也有阿拉伯裔耶，以色列的阿拉伯裔有160万人呐。占人口将近20% 啊，那阿拉伯裔可不可以选国会议员？可以啊。现在以色列国会120席，阿拉伯裔的国会议员有5席啊，而且他们还是反纳坦雅胡的政党，叫联合阿拉伯党啊，所以你就不要吹牛，你是民主国家嘛，你就直接承认你是法西斯主义。歧视陆配，然后在这个地方绝对不讲究民主的国家嘛，你以后就不要讲你是民主国家嘛，哇，那讲半天干嘛？以色列的安全处境有比你好吗？有比台湾好吗？没有这一次发生哈马斯突袭以色列这个阿拉伯政党还第一时间跳出来，叫大家要团结啊，你这样不是才能够争取国内更大的团结吗？所以赖清德根本就没有资格当总统嘛，法西斯主义的总统嘛。好，来问赖老师。我的沿着这个郑亮所说的，如果民进党敢这样做，那是不是美国也要对所有非安格鲁萨克逊族裔的美国人、美国公民、美国具有投票权的人，全部剥夺他参与公职、成为公务人员，然后当兵的所有的权利，是不是都要剥夺？今天如果你民进党敢这样做，那美国也可以对你民进党在美国的这些像赖清德的孙子，就是美国人嘛。那如果他以后要选这个民意代表，或是要去读军校，那不是就是符合这些规定都要排除之吗？我觉得这个简直是笑话嘛！赖清德一个要选总统的人，一个副总统。现任的副总统对于拥有中华民国身份证的公民，他要去对他无端的指控、歧视、迫害，我觉得可以这样做吗？把民主践踏在脚地上，这就是民主进步党的党主席、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吗？你可以把民主就践踏在这个脚地上，我觉得这简直是匪夷所思。马文君是立法委员呢。立法委员行使立法委员的职权去监督政府，何错之有？那如果马文君有错的话，那请问一下，你民进党当时在野的时候，你监督国民党的执政者，那是不是全部都是叛国者，都是要出卖国家利益的人？我觉得这个逻辑不能够这样讲。最后，我觉得邱泰山你更奇怪耶，你学法律的，当过律师，当过法务部部长。你怎么可能会不熟悉我们两岸之间的关系条例？两岸的关系条例写的那么的明白，你是台湾地区的主委，大陆是大陆地区，我们是同属于一个国家，只是我们叫做中华民国，他们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还在争这个名称的问题，或是争这个国号的问题。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两边并没有两国，那你怎么叫他放弃国籍呢？
对啊，你怎么叫他放弃？我觉得，可是他已经取得我们的身份证了，他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公民了。那我再问一下，那你这个邱泰山，那你的法律到底读到哪里去了？拜托啊！还有一个，我觉得这次菲律宾这很有趣。王毅去美国的时候啊，美国就跟王毅说啊，他跟菲律宾有这个军事这个协防条约，所以他对菲律宾的承诺坚若磐石。你看王毅回来没几天，菲律宾就派军舰了。以前是派海警那个海巡署的船、海警船，这一次就派军舰了，派了军舰到黄岩岛。你军舰来，中国大陆当然军舰赶嘛。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雷根号航母榜摆在那个地方，好像摆明了就是要给你当靠山。结果中国大陆山东号也到了，美国完全不敢出手。这个就是代表什么？你坚若磐石的承诺，其实你根本不敢跟大陆打。我把它称之为怂包。其实美国的军队在南海、在台湾海峡、在东海，根本就是一个怂包，你根本不敢跟解放军打。好，请教舰长。我觉得随着这个大选越来越逼近不管是赖清德也好，侯友宜也好，柯文哲也好，他们讲的话越来越会影响我们的心情。那我们因为不在局中，我也不了解他们背后的民调他们的这个有多少把握的程度。这个时候，我给各位一个参考的一个指标，你从我的这个角度去看第一个，这个我们有一句话叫做“主帅不占第一线”。现在选举谁是主帅，就是那3位嘛。通常任何一个重大的议题，如果说像我们说这陆配可不可以怎么样，这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议题。这种议题怎么会让主帅第一个跳出来？那应该是旁边的人，好比说，不管是这个顾立雄也好，谁也好，这什么邱泰山也好，都可以，这些都是不是主帅，他们出来打也好，那最好当然是绿营的这些名嘴出来打。结果怎么会赖清德第一个就跳出来呢？这是一个你第一个要想到是不是赖清德最近心里有什么发毛，有什么事情让他觉得这些好像他没有这么有把握的胜券在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越讲的激烈的人，其实越是内心没有那种必胜的把握。如果今天我是知道我内部民调，我一看我铁定赢了，我告诉你我面对所有的问题，我都是一句话：谢谢指教，谢谢指教。我底下自然有人会去回应你知道吧？我一定不会跳到第一线。那从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得出来，赖清德跳到第一线，我的感觉，就他们内部的民调，现在让他是开始有点担心的。那更不要说蓝白合，就最近民调，你看他始终就上不去，然后开始往下掉。那我问你，如果你是赖清德，你要怎么办？打政绩牌吗？你当了4年副总统，当了1年半的行政院长，还有前面也是台南市市长，你的政绩已经在你手上已经走了多久了？你有没有什么政绩牌可打？不能。那你打什么？那就只有仇中反中讲这些有很大的差异性的话。第二个呢，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其实都是依据法律去做事。好比说日本不是要叫他把那个浮标，叫日本一个议员叫他把浮标给拆走，中国摆在钓鱼台的那个外相怎么讲？国际上的法律没有这样的。同样的，我也要回到刚刚亮哥讲的，不管谁可以不可以，你觉得法律不好，先修法。陆配不可以，这个不可以，不可以，立法院通过，他们从此就开始永远不可以。如果没有这个法律，其实通通是废话。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